英国和俄罗斯通过黑海事件实现双赢。某些文章作者吹牛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讲点基本法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一大早呢，在著名的一个网站上有一个叫做教场的这么一个栏目，栏目里面呢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里边的言论呢神奇到有点颠覆我们的认知了。然后我把这个文章呢就是扔给了部队一帮朋友，大伙儿都看了以后是惊掉了下巴。文章标题是什么呢？是英俄如何通过黑海实弹冲突实现双赢。我一想呢，这个题目还说得过去，最多是编辑用词不当，实弹呢肯定是打了。俄罗斯人的这个巡逻艇上用 AK630 开了几炮。不过呢，既然英国方面没有开火，而且俄罗斯的开火也没有指向英舰，冲突呢也真算不上。要说实现双赢呢，这好像还有点博弈的思考，我想好好看看这文章吧。文章前面呢是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事件的一个回顾描述，不是特别准确吧，但是总体讲差不太多。如果读者以前没有看过相关的新闻报道，通过这个文章从头了解一下事件过程也还可以。但是看到后边就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怪了。作者认为什么呢？说英国海军舰艇进入俄罗斯的领海，是俄罗斯人很早以前就知道了。所以呢，双方事先很早就做好了准备，然后呢，根据准备的内容，大家一起合伙演了一场戏。英国完成了一次穿越领海无害通过的一种表演，而俄罗斯呢，又很谨慎地表现了不太强硬的态度。英国呢，表达了对克里米亚主权归属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俄罗斯呢，又通过军事行动也重申了主权，所以英俄双方皆大欢喜，是双赢。作者这么判断呢，是有些依据，我们看他依据到底对不对啊？他认为双方是有备而来，为什么？他说英国准备好了航线和法律理由，舰长做好了战斗准备，并且让部分舰员穿戴了防火头罩，以防万一。但是你想想，英国准备好航线之后，是真的事先通知俄罗斯了吗？如果事先没有通知俄罗斯，凭什么说双方是有默契的呢？而且戴防火面罩这个事儿也是受到了俄国舰艇开火警告以后才戴的，那是拉响战斗警报必须要做的动作呀。拉响战斗警报必须及时戴好防火头罩，这是一个最基本动作。又不是说英国专门为这次航行早早就准备了头套，而且是在进入领海之前就把头罩套好了，这个逻辑讲不通。至于说俄罗斯方面，他的解释更让我们这一群人看的是目瞪口呆了。他说俄罗斯早就准备好了英国人的进入，因为俄罗斯飞机没有能力紧急起飞。他说俄罗斯的炸弹特别复杂，起飞之前呢，要在机场上临时灌装炸药，还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把俄罗斯的高阻炸弹当成什么了，当成液化气罐了吗？起飞之前还要把炸弹取出来临时灌装炸药，然后再挂在飞机上。这位作者是搞错了炸弹结构呢，还是打算把整个机场都炸了呢？我们举个例子， TNT 炸药这个东西在固态状态下是非常稳定的，但如果你加热融化了进行灌装进行浇筑的时候，它非常敏感，很容易炸。而这位作者说俄罗斯人在机场环境下地勤人员把炸药融化了还要浇筑灌装炸药，俄罗斯人傻了吗？把一个普通航弹搞这么复杂这么危险，这样的军队根本打不了仗，这是俄罗斯吗？其实这次对抗根本就不是俄罗斯想要的，谈不上什么相互配合。英国的目的非常清晰啊，英国首相鲍里斯已经说了，公开的态度，他说英国是合法通过乌克兰的领海，而不是俄罗斯的领海。说白了，英国就是打着北约的旗号硬要穿越一下，想通过这件事情进一步激化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矛盾，然后乌克兰矛盾发酵之后只能继续依赖于北约。同时英国还想把欧洲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搅乱，防止俄欧关系出现缓和，那样的话英国会相对孤立的。只要北约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还能够把美国的核心关注点重新拉回来，稳固在欧洲这一侧，而不是亚太，这才是对英国最有利的。俄罗斯要的是什么？俄罗斯要的是尽可能的缓解俄欧之间的矛盾。乌克兰问题上，欧洲或者北约不参与才好。所以俄罗斯人最近在夏威夷的军事行动，就是模拟击沉美国航母这个行动，为的就是把美军的关注点尽可能从大西洋方向拉到太平洋方向，避开俄罗斯最重要的西部地区黑海地区。只要美军在亚太地区大幅度加强存在，还会引起中国的警惕和一系列反应，那么中国冲在前面顶在前面的时候，俄罗斯就不用承担主要压力了。毕竟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在西部，不在远东，
所以俄罗斯要的是什么？根本就不是在乌克兰这边发生冲突。英国和俄罗斯最近干的事情就是双方在往两个方向拉扯美国，一个希望美国留在大西洋，另一个希望把美国拉到太平洋，都在给自己制造有利的局面。所以方向根本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形成配合还心照不宣呢？所以这篇文章根本也没有看懂俄罗斯和英国的利益到底是什么。至于说炸弹临时灌装炸药这个说法，更是让我们回到了18几年。好，关于某些文章对俄英这次黑海事件的评论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